终于等到你，请坐。你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吧？大概知道。说说看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直接把我的回答告诉你吧。第一，我的当事人不会撤诉，我也不会说服我的当事人撤诉。第二，何塞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他应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。一，我不是来跟你讨论何塞是否是成年人。二，提醒客户诉讼有风险，是律师的义务。所谓诉讼风险，无非就是我们的官司打输了，季玉给罗琦买房子的钱我们要不回来了。但是我是这么跟我当事人说的，你听听对不对啊？如果我们不去打官司，这笔钱肯定是要不回来了。我们倒不如打官司去试一试，也许会碰到一个痛恨前妻、同情现任的法官呢。我们这笔钱还能要回来，哪怕要回来一部分。最坏的结果就是这笔钱要不回来了，官司输了而已。这不是最坏的结果。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们又输了一个案子，季玉也丧失了对小安探视的权利，小安就此仇恨自己的亲父，并把账记到了后妈蓉蓉的头上。还有最坏的结果，我们也都已经想到了。你和齐宇是夫妻，你们没有婚前的协议，这就意味着你在婚后的收入，包括你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，你知识产权的收益，你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、破产安置补偿费，都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我想好了，大不了就离。客户在义愤填膺之下，难免说出过分的话。但是作为律师，律师的职责不是趁火打劫、煽动仇恨。我没有煽动仇恨，我非常认真地帮助了我的当事人，避免他的利益再遭到损失。利益，说得好。但利益并不就是指财产，还有很多其他有价值的东西，比如说情感价值。有些情感毫无价值，不但没有价值，还有害，就像长在身上的毒瘤，越早切除越好。你说小安是毒瘤，我说你姐姐罗琦，罗琦是季玉的前妻，前妻就是婚姻的毒瘤。你别忘了，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孩子。只有趁早的切除了毒瘤，才能想到长治久安。切除毒瘤并不意味着把毒瘤细胞全部连根拔起，甚至还会过早的死亡。那就把死亡的婚姻彻底的解除掉，重归单身。人家只是来找你了解一个财产问题，你就给人家出主意，让人家把婚给离了。你们的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我在世界排名前10的法学院读的法律，我们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婚姻并不是自古就有的，它是作为一项制度被发明出来的。人类之初，大家都过着群居群宿的生活，那是石器时代的事情了，你绕远了。说重点好吗？重点就是婚姻是作为一种程序，用程序团队编程出来的，它出现了很多的 bug。在后期的运行当中，不停的需要打补丁，这个打补丁的过程就是婚姻法的立法过程。不同的程序团队打不同的补丁，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离婚补丁这一项，只有现代文明进步的国家才会有离婚自由这个补丁。所以你的结论是，作为律师，建议别人离婚也不算缺德是吗？我认为建议我的客户跟渣男离婚算是功德无量。你不能随随便便判定对方是个渣男，尤其在你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。我没有随随便便，我是深思熟虑的。我不用去了解季玉，他就是个渣男。你不觉得他渣吗？他拿自己老婆的钱给他前妻，哎。兰兰，我建议你再去重读一下婚姻法，重点理解一下法律上是怎么界定夫妻共同财产，以及法律上为什么这么界定。同时，我顺便说一句，你不适合做家事律师。你对婚姻的偏见以及幼稚的理解，有碍于你给客户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。你这是激将法，我懂。我宁愿你说我幼稚，我宁愿你说我对婚姻有偏见，我也不会说服我的当事人撤诉的，除非你替罗琦把钱还上。好，我同意。
我同意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我姐知道。你跟你的客户还需要再签一个保密协议，立即撤诉，并且永远不能以同一理由起诉罗琦。同时，你要说服罗琦赶紧撤诉，并且写谅解书，互不追究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。你起草协议，你起草协议，明天10点发到我的邮箱。否则呢？否则我当做我没有听到，也没有看到。兰兰，你跟何塞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你是指哪方面？各个方面，尤其是在六亲不认这一点上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帮我姐姐争取到了100亿家产，还帮我拿到了我来全景的第1个案子。不过我这个人呢，铁面无私，不，没有你想象那么好。不过你跟何塞真的应该相爱。有什么问题？时间紧迫，今天必须签。为什么要这么紧？因为我们已经接到了法院的电话，周一就要开庭了，除非你想走法律程序。我们不会输啊！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某一场官司，谁会输谁会赢，我们是来共同讨论如何签署一场停战协议。那就必须季玉和蓉蓉共同签字。这意味着我要跟我的客户重新去沟通了。这一条没得商量，因为你的客户和季玉是夫妻，所以即使蓉蓉签了协议，不再以同一理由起诉，那他万一逼着季玉起诉呢？季玉不是这种人，你不了解他。我了解人性，人是会变的。皇帝宠爱了新的妃子，尚且会把立好的太子废掉。现在蓉蓉有了孩子，万一这个孩子更让季玉喜欢，很有可能季玉就会翻脸，逼着罗琦还钱。他不会的。那就不签了。你们没有诚意。我来告诉你什么叫诚意，为什么蓉蓉同意和罗琦签署这份协议？是因为你们打不赢这个官司。不是因为罗宾承诺了，签署完这份协议之后他来还钱。兰兰，演得真好，啊，真会演。一个牵姐夫，一个牵小姨子。你太无耻了。罗琦为什么卖了房子又要买房子？是因为你给他规划了一个特别好的远景，可是他卖了房子之后，我就失去了最大的客户。我之所以失去最大的客户，就是因为你的前姐夫，所以这个钱你出，理所当然，你必须出。我会想方设法阻止罗琦嫁给你。你要感谢我。感谢你什么？你说服了季玉。蓉蓉提出来了，让季玉签字，同时还加了一条：夫妻2人共同财产，必须夫妻2人同意了才可以。那季玉同意了吗？他们随时都可以过来签字，不过他有一样要求，必须当面签，同时签。那我还钱的那份协议，我把措辞已经修改过了，我没有写欠款，也没有写还钱，我写的是自愿支付。那我需要再强调一下，本协议双方都有保密义务，任何时候
本协议的任何细节都不能让你姐知道。也不要让季玉知道，我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。你是不是觉得让别人知道特别丢人啊？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，从来没有输过的罗大律师，竟然自掏腰包和稀泥。